萧炎能在得罪了两大尊者后逃出升天吗？只见被爆出身份的萧炎丝毫不慌，他甚至索性扯下了脸上的伪装。事已至此，摆在萧炎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拼死一战或者赌一把。找了许久的风尊者就在面前，赌对了就能得到庇护，赌错了最糟也不过再加一名斗尊马。穆青鸾看着眼前熟悉的脸，暗骂道：这个蠢货竟然还真的来了。不同于愣住的风尊者与剑尊者，从吃瓜群众变成当事人的雷尊者脸色十分的难看。飞天剑老大黑了脸，十分上道的准备出手擒拿萧炎，然而一记黑虎掏心却掏了个寂寞。躲过攻击的萧炎盯着飞天嘲讽道：风雷阁不过如此，专干以老欺小以多欺少之事。于必萧炎更是十分不屑的冲着雷尊者道：雷尊者何不自己动手？以你斗尊阶别的实力，小子定然不会是你一合之将，何必如此麻烦？此话一出，全场静。这小子的脑袋被驴踢了吧？然而聪明的人都明白，萧炎此话一出，雷尊者、飞天等人再也不好出手，出手就是坐实了以老欺小、以多欺少的名头。雷尊者自然是要脸的，表示萧炎还不配让自己出手。萧炎一听，顺着高就往上爬，表示有北阁主这等老前辈出手，自然不需要雷尊者出手。反正这些事是风雷阁常干的事，而且若是北阁主不行，在场的可还有西阁主、南阁主呢。风雷西阁的阁主一听，立马表示西南二阁是不会插手的，开玩笑，这么丢脸的事情当然只能悄悄的做啦。这下飞天的处境就尴尬了，他是动手呢还是不动手呢？犹豫了一会儿后，飞天觉得反正脸都丢尽了，拿下萧炎还能抵出一点过错。林燕见飞天打定主意想要动手的样子，立马大喊道：萧炎快跑！萧炎确实明白逃走的可能性不大，不如赌一把。深吸了一口气后，萧炎将药老留下的那戒取下，甩向了风尊者。风尊者一开始是拒绝和萧炎扯上关系的，虽说他不惧，但他不喜欢麻烦。直到他看清了飞掠而来的漆黑之物，死死地盯着那枚深入灵魂印记之内的戒指，一股可怕的风暴在其头上呼啸成型。半晌后，风尊者闭了闭眼后道：此人谁也不能动弹。此话一出，众人都懵逼了。雷尊者回神后沉声道：风尊者你这是何意？剑尊者也出声表示希望风尊者考虑清楚。风尊者却是谁也不理，直勾勾地盯着萧炎道：你与他是什么关系？萧炎恭敬地弯身抱拳道：师徒。风尊者的目光瞬间变得慈爱了许多，轻声道：这是我最希望听见的答案，但是你需要给我证据。萧炎笑了笑，伸手点了点额头上的火印，看着萧炎指尖的古灵冷火，风尊者声音嘶哑地缓缓道：老家伙，你可是让我这些年好找啊。看到风尊者的表现，萧炎在心里暗自感慨道：人生有此好友知己，也算是无憾了。虽说老师在当初的韩风身上看错了一次眼，但至少在这好友之上却是选对了人。风尊者冲着萧炎笑道：老夫本名风贤，我与他的关系也不细说，日后你不嫌弃的话，将老夫也当作老师便可。当下不明真相的众人更懵逼了，风尊者更是在此时放下了重磅炸弹。只见风尊者冲着雷尊者道：萧炎他护定了，今日他有事。最后的结果便是两个开战。此话之重，令得雷尊者也是倒抽了一口气。可是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雷尊者表示萧炎偷学风雷阁的3000雷动，后来更是夺了3000雷幻身的修炼之法，不可能因为你风尊者一句话就不再追究。一番唇枪舌战后，现场的火药味到达了一个顶峰。剑尊者见情况不妙，提议让萧炎与风清儿对战。最终几人达成约定，若是萧炎败的话，承诺以后不再使用3000雷动；若是风清儿败的话，那恩怨便一笔勾销。交战的前提是禁止使用其他人的灵魂力量。就这样，年轻一辈的巅峰之战就此展开。风清儿十分看不起甚至厌恶萧炎这种不断的借用外力来给自己制造声势的人，于是在开战之前毫不留情地戳萧炎痛脚。嘴仗萧炎从未输过，立马反击道：风清儿是个聒噪的女人，除了身后的背景，以她的样貌成为男人的痉挛或许是最好的选择。风清儿气炸了，凌厉森冷的杀意暴涌而出，彩凤朝元、风雷技、风止杀，一招更比一招强。然而萧炎不仅接住了他的招式，甚至还游刃有余。风清儿被逼得不得不使出秘法血脉吞灵，秘法一出，风清儿的实力直接飙升至3星斗宗层次。萧炎一看也不再保留地使出了天火三玄变，然而以前无往不利的三玄变，这次居然只能勉强地提升2星实力。要知道萧炎在斗宗层次施展时，提升3星都不是什么难事。萧炎在心里喃喃道：看来等有时间，他得想办法将天火三玄变给凑齐了。风清儿的终极大招酝酿好了，凤凰圣象吞天纳地，目光死死地望着那笼罩天地般的诡异乌黑光芒。萧炎那戒中的青红血液突然沸腾了，意识到风清儿是天妖皇族的人后，萧炎有点慌，但还是决定先解决战斗。于是一边使用3000雷动闪避圣象之力，一边酝酿3色火莲。在3色火莲爆发的这一刹，雷山为之混乱，就连风清儿的妖皇钟都是抵御不住那火莲。圣象妖皇钟破碎的那一刻，风清儿拼着最后的力气朝萧炎发动了攻击，最终却被萧炎一个暴冲撞倒在地。落地之时，萧炎紧随其后，一脚踩爆了风清儿的头。然而意料中的鲜血四溅并没有出现，一道攻击却是突然袭来。早有准备的萧炎一拳将其锤得后退了10几步。望着口吐鲜血的风清儿，萧炎讽刺道：
凭你这入微级别的3000雷幻身，想要骗谁？风清儿从未败得如此屈辱过，当下就想榨干体内最后一丝气力，再度动手，却被萧炎先一步扣住了脖子。风清儿怒视着萧炎，以他的实力与身份，这些年中何曾被人这般对待？一股诡异的黑焰从其身上冒出，萧炎抬手就是一记琉璃莲心火，天下万火，一火为尊。黑焰刚被压制下去，变故突生，承载着青红血液的玉瓶突然冒了出来。虽然被萧炎眼疾手快地收入到纳戒之中，可是距离最近的风清儿却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古黄血清。风清儿当即就让萧炎把先前的东西交出来。萧炎哪里会这么傻？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风清儿提出要查纳戒。要知道搜查人纳戒，这可与探查人隐私差不多。风尊者当下就表示此举不妥。尊者发话，风清儿也不敢与之顶撞，只能退而求其次地表示他可以按照族内秘法施展一种搜查之术，若是依然没有结果的话，他可以为此道歉。事已至此，萧炎再推脱可就说不过去了。萧炎还真就答应了搜查，这倒是令得包括风清儿在内的所有人都愣了一下。这种事可不是儿戏，如果真被搜查出来的话，那萧炎恐怕就真是要上那天妖皇族的黑名单了。此番搜查肯定是没有查出什么的啦。萧炎在逼着风清儿道完歉后，就缩到了风尊者身后。风尊者冲着雷尊者笑道：“比试结果已出，按照先前的约定，日后萧炎与风雷阁之间的恩怨也应该一笔勾销了吧？”雷尊者心里其实气得跳脚，但以他的身份，自然是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自毁承诺，当下只能僵硬的点了点头，可是不干点什么又憋屈的慌，于是只能对着萧炎撒气道：“看在风尊者的面子上，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不过日后还望你好自为之。若是3000雷动从你这里流传出去，本尊会亲自出手将你击杀。”对于雷尊者暗藏威胁的话语，萧炎也是微微一笑，拱手道：“雷尊者请放心。”一旁的风尊者瞥了一眼脸色不太好看的雷尊者，很会处事的表示：“看来这一届的4阁首座之位还是得保持在风雷阁手中啊。”这所谓的4阁首座的虚名，让雷尊者那难看的脸色略微缓了一点。一旁的剑尊者与黄泉尊者也没有什么异议，唐嫣不可能会是风清儿的对手，至于王晨嘛，在一开始就被萧炎打残了去，还怎么去跟人斗？就这样，这次大会圆满结束。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视频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